美国成功测试了一种能从地面发射的精确制导炸弹，可能已经抵达乌克兰，决战即将来临，俄春季攻势已经开始，胡塞武装导弹进入美军舰的危险距离。废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正题。1月30号，两位美国官员声称，美军已经成功地测试了一种能够从地面发射的精确制导武器，最快将在1月31号之前被送到乌克兰。该武器尚未在美军中服役。目前呢，尚未得知该武器的具体型号，但是美国官员为我们透露了一些该武器的信息，比如该武器由波音公司制造，虽然是一种精确制导炸弹，但具备从地面发射的能力，射程达到了144公里。美国官员认为，该武器将成为乌克兰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并加强乌克兰的远程纵深打击能力。当记者就该问题询问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时，对方以作战安全为由，没有给出任何回答。所以根据以上这些信息，大兵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认为美军向乌克兰援助的大概呢是 GLSDB。GLSDB 全称为 Ground Launched Small Diameter Bomb， 直译为地面发射的小口径炸弹。该炸弹由美国波音公司和瑞典斯尔伯公司在2013年开始研发，最初被用在飞机上，后来经过改进，可以从 M270 多管火箭炮和海马斯等陆基系统上发射，也可以使用专用发射器从海面上发射。总的来说呢，它既可以当作火箭弹，也可以当作精确制导炸弹，所以以下大兵就简称其为炸弹。整枚炸弹全重为270公斤，它并不是一件完全崭新的武器，而是将一枚 GBU-39 制导炸弹的屁股上加了一个火箭推进器，战斗部重量仅有93公斤，但是足以应对大多数装甲目标和民用建筑。在炸弹上部有一个可折叠的滑翔翼，在进入自由落体状态后，滑翔翼会自动展开，并利用空气动力来控制姿态和调整方向。在2015年，波音公司对该武器进行了一次测试，在150公里之外，利用半主动激光制导击中了目标，误差被控制在1米之内。在2022年11月，波音公司向五角大楼提议制造用于援助乌克兰的 GLSDB 炸弹。在2023年1月，匿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即将通过一批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援乌计划，其中就包括了 GLSDB 炸弹。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炸弹的制造原料在美军的库房里有大量的库存，根据估算每颗炸弹的成本仅为4万美元。这也许是美国在此时选择援助大量 GLSDB 炸弹的真正原因。因为就在这时呢，乌克兰面临着严重的弹药短缺问题。如今俄乌战线大概有1500公里，但是呢，乌克兰每天发射的炮弹不到2000枚，而相对的，俄罗斯每天发射的炮弹超过了7000枚。如今乌克兰军队面临着巨大压力，在扎波罗热东南部作战的乌克兰第128山地突击旅的成员承认，如今在前线作战的部队由于弹药压力，开始严格的限制弹药数量，比如面对小型阵地，乌军炮兵最多只能打出7枚炮弹。很显然，如果北约不立刻加大对乌克兰援助，那么他们面对俄军新发起的春季攻势将会非常吃力。但美国如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红海和胡塞武装上，国内的党争不断，德克萨斯州又直接和拜登政府发生了冲突，如今美国已经分身乏术了，难以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援助。而欧洲的情况呢，与美国类似，一位欧盟外交官员在报告中说，由于意料之外的损耗，原定于3月1号向乌克兰援助的100万发炮弹降低为60万发了。所以现在美国必须立刻向乌克兰援助武器，而相对经济实用的 GLSDB 炸弹就成为美军最好的选择。对于乌克兰和美国来说呢，该炸弹有数个优点。首先是组成炸弹的原材料足够，美国能在短时间内制造大量的炸弹，缓解乌克兰如今面临的瞬时压力。其次呢，这些炸弹美军暂时用不上，而且价格相比于其他美军装备已经算是非常经济了。援助这种便宜的武器，能够避免激起国内保守派的反对，加快对乌援助的流程。而对于乌克兰来说， GLSDB 炸弹同样也是一种万金油武器，它可以直接装载在之前美军向乌援助的火箭系统上，也可以当作普通的炸弹装备在 F-16上，或者是经过北约改装的乌克兰战机上。
大兵认为，美军这次赶在春季攻势之初向乌克兰援助的非常及时的 GLSDB 炸弹，凭借100公里的射程，能够有效地对峙俄罗斯火炮和火箭弹。同时呢，其极高的制导精度也能对俄罗斯的炮兵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就算是俄罗斯使用电子战系统，面对惯性和激光制导的 GLSDB 炸弹，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如今呢，在北约全力为乌克兰提供侦察情报的情况下，如果俄罗斯想不到应对办法，那么可能最终会造成俄罗斯军队有炮不敢用，一用就挨打的困境。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大兵在刚刚的视频中呢，屡次提到了俄罗斯的春季攻势，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俄乌战场当前的战况。1月30号，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中将表示，俄罗斯的春季攻势已经开始了。如今，俄罗斯军队正在哈尔科夫和卢甘斯克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而布达诺夫中将认为，俄罗斯无法达到预期的进攻效果，大规模进攻将在夏季到来前结束。由于乌军已经在阵地驻扎了相当长的时间，因此防御工事构建的较为完善。同时，向西进攻的主道路上均被乌军布置了反坦克地雷，没有地雷的地方也将因为温度回暖而变成泥泞的沼泽地，这将拖延俄罗斯装甲力量突击的速度。一旦等到3月份，北约的新一轮援助到来，俄军的进攻将会更加困难，所以他们必须集中兵力，在短时间内获得一些突破。在29号夜晚，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35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大部分都被乌军防空部队击落。作为回应，乌克兰也向俄罗斯发射了一些无人机，其中一架呢，在进入俄罗斯境内750公里后，被俄罗斯电子战系统击落。同时，乌克兰空军在1月30号向贝尔贝克机场发动了袭击。虽然俄罗斯国防部声称他们击落了15枚乌克兰导弹，但仍然有大量导弹击中了机场的地面设施，并升起了大量白烟，很明显有火灾发生。该机场位于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空天军对乌进攻的桥头堡，附近还有一个俄罗斯海军基地。同时，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地面攻势，乌克兰内阁在1月30号批准并向最高拉达提交了动员法草案的更新版本。在1月11号，乌克兰政府第一次提交了动员法案，但被最高拉达撤回。该动员法案要求将动员年龄从27岁降低至25岁，同时将服役年龄固定为36个月，自己增加用于动员的基础设施。最高拉在1月31号表示，可能会在2024年3月之前审议更新后的第二法律草案，而俄军也在加大人员的投入。当前时代的报道，俄罗斯在扎波罗热西部组建了一个新兵营。由于普京政府的目标是在不扩大动员的情况下进行战争，因此该新兵营的成员大多由罪犯组成，包括那些因为反对普京政府和反对俄乌战争的俄罗斯人。而来自瓦格纳和车臣的训练人员将会训练这些部队。纵观当前的俄乌战线，俄军已经在多处地点与乌军展开战斗，而乌军凭借战略优势抵挡了俄军进攻。如果俄罗斯谋划已久的春季攻势以失败告终，那么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情绪必然会高涨到一个极点。当然，如果俄罗斯取得了春季攻势的胜利，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乌克兰。对于俄乌战争来说呢，春季攻势有着决战般的意义。大兵也会各位持续带来战场的最新情报分析。视频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1月3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通告，伯克级驱逐舰格雷夫利号又在红海击落了几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一枚反舰导弹。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枚导弹距离格雷夫利号不到 1.6 公里了。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距离了，因为格雷夫利号驱逐舰上有多种防空导弹，但射程都是远高于 1.6 公里，也就是说，该反舰导弹是被密集阵击落的。这也是有史以来胡塞武装反舰导弹距离美军最近的一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兵认为以下几种可能。第一种呢，是美军不想再用昂贵的防空导弹去拦截胡塞武装的反舰导弹了，因为这是一桩赔本的买卖。胡塞武装反舰导弹的成本远低于美国防空导弹的价格，所以美军改用近防炮的20毫米炮弹来拦截这些反舰导弹。网上还有一种说法，之所以用密集阵打，是因为美军在红海的舰队已经和胡塞武装长期的对峙中耗尽了弹药，所以要省着用。大兵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
因为美军早在1月份就已经将沙特红海沿岸的盐布港租用作为美国海军的军事基地，美国航母编队进行补给并不是一件难事儿。同时，在沙特军中也有大量的美军装备，比如2018年沙特就有5艘巴德尔级护卫舰，所以从沙特军中购买美军舰队所使用的弹药也不是一件难事儿。所以大兵认为，出于经济考虑，美军开始使用密集阵拦截导弹是比较靠谱的。另一种说法就比较玄幻了，那就是胡塞武装获得了某种新式导弹，成功地突破了伯克级驱逐舰的防空导弹拦截网，横冲直撞到了距离美国舰队 1.6 公里的区域，才被密集阵系统击落。目前格雷夫利号驱逐舰上装备有标准2、标准6以及 ESSM 导弹，它们均可以执行防御反舰导弹的任务，无论是射程还是精准度都强于美军的密集阵系统。一枚导弹穿透了防御能力强的防空导弹，却被防御能力弱的近防炮击落，这多少有些离谱吧。因此大兵认为该说法可信性较低啊。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